在2019的今天，智慧穿戴已经逐渐普及，也渐渐成为人手一只的数据记录工具。不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买了一只智慧手表，记录了每一天的资讯，却无法真正进行数据统计跟分析，那这个手表究竟为什么还要戴着呢？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运动专业，并且专注于数据统计跟评估的智慧穿戴，千万别错过今天帮你带来的这款由 TCRD 思创研新所推出的智慧运动表。TCRD 是由一群热爱运动的使用者在2016所创立，在品牌上还比较新。不过，既然是以喜爱运动作为出发点，想当然在需求上就会更加精确，在开发上也会更接近一般使用者在运动时的使用习惯。这次要来介绍的是 TCRD 跟 Clean 共同合作推出的智慧运动表。先来看外观，在设计上还是比较中规中矩，正面搭载一块约 1.28 寸的显示器。这块萤幕是来自日本显示器大厂 Japan Display JDI 所推出的反射式萤幕，或者称为阳光屏。详细介绍可以在右上角查看我们在科技酷品第1集的介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透过外界的光源反射来让萤幕显示，所以在阳光或高亮度的光源下反而会更清晰，解决了萤幕在阳光下亮度不足的问题。重点是，即使亮度足够，也会因此非常耗电，所以反射式萤幕可以说是一次解决2个痛点，而在低光源时则会点亮背光板，显示萤幕上的内容。所以邦尼还是认为，反射式萤幕一方面能够解决萤幕亮度不足的问题，另一方面也能更加省电，续航更持久。或许也得益于反射式萤幕，即使只有220毫安时的电池，官方宣称最长的续航可以达到连续使用20天左右。在邦尼的实际体验中，只能说充电线要收好哦，真的久久才会充一次。针对这种大量在太阳底下定位的运动产品，其实会是更好的解决方案。而在玻璃上采用 2.5D 的康宁大猩猩玻璃，在耐用性上还是比较好，防水性能则是达到5 ATM， 支援水下50公尺防水，当然也可以带下水游泳。看到表带有随附的黑色，以及可以另外加购的蓝色以及绿色，采用亲肤材质的矽胶，而表带的大量开孔也能确保在运动下的排汗效果，降低湿热跟过敏的机会。翻到背面配有心率感测器，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TCRD 这款智慧表所采用的分离式光学 PPG 心率感测器，是来自台湾的感测器大厂原相科技的解决方案，并且强调媲美心率带等级，在精度上会有更好的表现。整体来说 ，TCRD 虽然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牌，不过其实在产品所使用的解决方案上还是比较完整的，采用的料件也丝毫不马虎。看完了外观，邦尼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印象蛮深刻的 APP 体验。其实，在一打开时就可以看到，整体的设计风格相当简单易懂，可以在画面上直接看到各项的生理记录，分为心率、睡眠、步数以及卡路里燃烧4项重点指标，并且可以点选画面上的入门级按钮，接着选择健康挑战，就可以切换自己的目标强度。例如入门更接近初学者，如果还没开始建立运动习惯的使用者，可以从这边开始，一路晋级到一般人的基础，甚至更高级别的活跃跟专业。随着强度调整，在指标上也会有所差异。相同的，透过 APP，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表面显示不同资讯。只要在 APP 内设定完成后，在手表中上下滑动，就可以依照需求切换不同的表面。左右边则是可以及时看到行走的步数、上一次的运动记录，也可以及时的启动心率测量，跟查看目前的运动效能。相同的、更完整的数据在 APP 中，除了更完整，也会有更多的实际建议。在 APP 主画面下方的报告，则是可以针对一整天的生理记录，给你一些评估跟建议。例如这天的综合健康指数如何，往右滑更可以看到整天的心率健康指数。最重要的是下方的健康评估，能够针对每一天的状态不同，给你相对应的健康评估，并且分为竞技跟运动2大项目。首先可以看到整天的竞习平均心率，
下方则可以看到运动状况下的心率分布，更细分为燃脂、有氧、肌力跟无氧4大分类，并且可以清楚地记录下时间长度。继续往右滑，更可以看到睡眠、步数跟热量消耗。随着你所填入的生理资讯不同，在新陈代谢跟运动消耗上也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。整体而言，在资讯上还是相对细腻。重点是提供的评估文字，除了帮助你了解这项指标代表什么意思之外，也能够激励你更有动力继续运动。而在运动选项上 ，TCRD 的这款智慧表拥有独立的 GPS 模组，料件来自瑞士的 U-Blocks， 所以即使出门没有带手机，一样可以独立使用。不过顺带一提，建议可以在出门前先将手表跟手机进行连线 ，APP 将会自动同步手机跟手表间的 HPS， 一次可以维持4个小时。如此一来，在定位的速度跟精确度上都会更高一些。而在手表上的运动选项共有户外跑步、骑行跟6种室内健身的运动可以选择。以户外跑步来说，当手表成功连接到 GPS 后，手表将会开始记录运动轨迹，同时你可以及时的查看目前的公里数、花费时间以及配速。这时心率也会实时测量，而心率数据也会及时的显示在荧幕上。同时你也可以看到目前的运动效能、最大心率百分比。这时候就能够依照动态指数去调整你的运动强度。在显示上，除了数字之外，采用不同颜色表示，依序由蓝、绿、黄、紫、红。下方更有简单说明，可以依照定定的目标及时的调整运动强度，更容易掌握自身状态，借此达成当日运动目标。对于时常运动的使用者来说，及时的状态显示确实会更加友善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是带着手机跟手表一起使用，点下主画面的运动选项更有多达17种运动可以选择，例如登山、马拉松、路跑、骑马、帆船、滑雪等等。在定位上则会透过手机即时显示，在使用上也更弹性一些。而若是有定时服药或是补充保健食品的使用者，也可以在服药选项中设定提醒，用量跟数量是多少。时间到了就照着指示来，再也不会手忙脚乱。既然吃药都可以提醒了，当然你也可以设定智慧闹钟、睡眠闹钟、久坐提醒等等。在连接 iOS 装置时，可以正常的显示来电，并且支援挂断。而在讯息上，不论是电子邮件、APP 通知、Line、Messenger 等等，都可以正常显示。最多则是可以显示16则讯息、32个中文字左右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目前连接 Android 装置时，只可以显示来电、未接来电跟简讯。APP 的通知暂时还无法支援，稍微可惜。不过以 Android 的生态来说，想做应该不是难事，只能期待后续官方释出相关更新咯。而手表上也支援找手机、音乐控制的选项，在功能上也是相对多元。除此之外 ，TCRD 的智慧表还支援量血压的功能。不过在第一次使用时，建议搭配医用的血压机测量后，并且在 APP 中开启血压校准，确保测量更为精准。而邦尼觉得最好玩的是我的日志，你可以看到每一天完成的目标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小徽章。点进去后，则是可以看到每天的睡眠、步数、热量分别的数据，并且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在睡觉，睡眠状况怎么样，这个时间在走路。点入后更可以看到细部资讯，例如平均心率、时长、每分钟几步、消耗热量等等。如果你们全家或是朋友也拥有 TCRD 的智慧表，也可以在 APP 中互加好友，可以设定共同目标，互相激励完成，在运动的路上也不会这么枯燥乏味。整体来说 ，TCRD 的智慧运动表让邦尼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所有的数据都被充分的记录下来之外，更能够透过 APP 上的评估跟建议进行分析跟改善，相应的数据也因此变得有所意义，让数据不再只是数据，更能因此跟生活产生连结。这正是运动手表最重要的体验，不是吗？
做一款真正能够帮助运动的表，我想是对于 TCRD 智能运动表最好的诠释了。智慧手表的硬体其实各家都差不多，但专注于运动数据的分析以及评估却是比较少的。在 APP 中还是可以看到，这款产品当初在设计时的思路就跟现今市场上的产品稍有不同。毕竟智慧手表说穿了也就只是个外部感测器，并且具备显示跟即时提醒的功能，记录下来的资讯如何有效运用才是更实用的。戴上 TCRD 的那一天，我会开始查看每一天的活动状态评估，看见自己又成长了一些，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哦。Hello， 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TCRD 的智能运动表进行投票，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，你还想知道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。对了，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，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以及加入 Line@ 跟我们讨论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绿子。微信跟 Brian 不见了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在那里，没错。Oh my god！ 好，失焦了。没错，留下我孤单的一个人。好，他们回来了。这是我觉得那个台湾的自行车产业还是非常的强势的。